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您一同分享。内容提要：你为什么总是在意别人的脸色，在乎别人的想法？你为什么总是想东想西，患得患失？过于敏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伴随着快节奏的生活，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而天生敏感的人会放大这种压力。他们每天都可能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中，作茧自缚。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要太在意生活中的小敏感和小挫折，因为他们有的是别人的无心之过，有的则只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测而已。情绪过敏会让你变得脆弱，而钝感是一种力量，能让你更加有韧性。作者剖析敏感人群的心理特征以及形成原因，提出摆脱敏感情绪的4种方法，及时给敏感的你一粒情绪脱敏胶囊，教你控制情绪，疗愈心情，重塑自我。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推荐语：大变革时代，面对无处不在的竞争与挑战，每个人都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需要保持钝感情绪，从容应对，不要让敏感情绪成为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书创始人兼 CEO 雷文涛。这是一本哈佛心理导师给你的心理必修课。幸福人生需要内心强大，对于负面评价，我们要有抵抗力。太过敏感只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变得糟糕，让你变得脆弱，在患得患失中看不到生活的美好。作者提出摆脱情绪敏感的具体方法，及时给敏感的你一粒情绪脱敏胶囊，教你管理好你的情绪，做一个心态稳定的快乐的人。10点读书创始人林少。钝感力是一种迅速忘掉不快的能力，即使失败也有勇气继续挑战。对误解、嫉妒和嘲讽可以不屑一顾，对表扬甘之如饴，却又不得寸进尺。这本书是一把钥匙，会帮我们打开内心世界。心有了韧性，人才能走得长远。读书博主都亮。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前言：面对负面评价，我们要有抵抗力。最近日本社会流传一个词，叫做情绪敏感。这个词对应的专业术语是心理亚健康，意为有潜在的心理疾病。成年人出现心理问题主要有2大原因。第一，每个人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要解决不同的心理问题，但是有的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却选择了逃避，他们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并且往往会寻求一种假性满足，也就是凭借否认现实和自我陶醉来麻醉自己。因此这些未被解决的心理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有的人觉得人生就像一根火柴，不点燃让人觉得可惜，点燃也让人觉得可惜。可我倒是认为人间值得。我们要解决人生中不可规避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直面内心世界的纠结，直面人生旅途的困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寻得生命的乐趣。
反之，如果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难题不战而逃，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慢慢的进入死胡同。比方说，很多人会陷入情绪内耗的死循环中，有的人会变得特别敏感，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职场中，都像一只惊弓之鸟，又像是一只浑身长满刺的刺猬。他在意别人的评价，害怕被人伤害，甚至陷入被害妄想症的困境。第二，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不断遭遇负面评价，一旦他处理不好这些负面评价，就会导致心理问题。有一部分人很幸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遭遇过太多的负面评价，而在周围人不断的鼓励中走向独立，慢慢的成长起来。相反，有一部分人则一直生活在别人的负面评价中，他们经常遭遇诸如你真没用，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这样的语言暴力。其实别人的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从小到大，我们拼命与周围负面的声音抗争，可正是这样的顽强抗争之中，我们才发现了自身的优点，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反之，如果对这些负面评价没有抵抗力，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往心里去，甚至总是沉溺于被害妄想之中，我们便难以发现更好的自己，觉察不到自己的优点，人生也就会陷入困境。总之，我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要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来自同事、领导、老师，甚至是家人的过多的负面评价是成长的拦路虎，它让我们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情绪内耗之中，让我们苦恼不堪。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钝感的智慧，让自己的情绪脱敏，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还没有试过，怎么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呢？千万别一遍遍地幻想失败的场面，再把它们拿到现实中去一一验证。情绪敏感的人总会遇到人际关系难题。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些悬而未决的心理问题会积少成多。情绪敏感的人在进入社会以后，哪怕在工作单位被提升为部门领导，甚至进入高级管理层，他们仍然不得不面临接二连三的人际关系难题。面对那些向自己输出负面评价的人，情绪敏感的人大多不敢与之抗争，而只能长期生活在妄自菲薄的心理阴影之中。简而言之，正是因为情绪敏感的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没有妥善地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所以才会不断地被糟糕的人际关系所困扰。著名的心理学家卡伦·霍尼认为，人间地狱可以分为现实的地狱和心灵的地狱两种。他曾说过，当你过于重视别人的评价而轻视自我的感受时，你就陷入了心灵的地狱。这就是情绪敏感者的症结所在。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地狱，我们所在的外部环境也绝非地狱。很多时候，只不过是我们的心灵深陷自己所建造的情绪地狱而已。迄今为止，在心理学理论中，敏感心理被解释为一种社交障碍。社交障碍一词是由心理学家丹·基利提出的，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彼得潘综合征群体这一概念。在他看来，情绪敏感的人就属于彼得潘综合征群体，他们沉溺于幻想，拒绝长大，行事带有孩子气。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会自然地投射到个人心理上。打个比方，在持有被害心理的情绪敏感的人看来，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在恶意差遣自己。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
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第1章，为何你总是那么敏感？敏感的大脑。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艾伦·朗格提出，情绪的产生基于大脑对信息的选择性获取。他认为，敏感的人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敏感的人会经历各种事件，并误认为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判断和感受都是真实的。其实，事实也并不总是如此。即使客观事实保持不变，当我们的主观认知发生变化时，所谓的客观事实也会发生改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接受新信息的过程并不复杂，不过是大脑检索已经掌握的知识，并从中寻找答案的过程。20世纪初，美国行为心理学家约翰·沃森宣称，孩子可以通过训练形成条件反射。例如，当一个孩子在和兔子玩耍的时候，测试人员在旁边故意发出咚的一声巨响，接受实验的孩子从此以后便会对兔子产生敬畏心理。然而，只要再让兔子温柔地靠近孩子，让孩子慢慢地适应，他就会逐渐地喜欢上这只兔子，而不再感到害怕。实验证明，通过这种逆向操作，可以消除孩子对兔子的恐惧心理。在上述实验中，兔子还是那只兔子，但是孩子对兔子的认知却发生了变化。兔子从可爱的动物变成了可怕的动物，可后来又变了回来。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公司里，领导也还是那位领导，但是如果你的主观想法发生了改变，那么对你来说，你的领导就会判若两人。对于领导的同一句话，心理脆弱的员工和心理健康的员工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即使是面对同事、上司或者下属，过于敏感的人和钝感的人，其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认识一位情绪敏感的小 A 同学，他是职场新人，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对目前的工作环境也不太熟悉，对自己在这1年中的业绩表现也不太满意。在公司里，他一直都很自卑，部门领导随意的一句玩笑话也会被小 A 同学视作对自己的嘲弄。也就是说，当情绪敏感的人以受害者的心态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我被人耍了。我们要提防这种不经意的外化，也就是我们不要一厢情愿地将心中所想当作现实。反之亦然，对于同一个员工小 A 同学，如果领导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那么小 A 同学在领导心中的形象也会随之改变。在现代职场中，没有钝感力的领导也不少，有的员工与前任领导相安无事，不曾想新来的领导却是一位情绪敏感的人。那么这位领导就会抱怨，这么差的团队让我怎么带，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说不定他还会跑到上级领导那里疯狂吐槽一番呢。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只是一句玩笑话，可别太当真。事实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不要一厢情愿地将心中所想当作现实情况。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你身边有这样的敏感者吗？你有没有发现，在职场中，情绪敏感的员工总是怨天尤人，总是抱怨老板不公平，同事算计自己，甲方太难伺候，而从来都不愿意沉下心来去解决任何实际困难。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其实啊，大多数情绪敏感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被害妄想。而我认为，
在这种心理之下，往往隐藏着攻击性。也就是说，情绪敏感的人往往会通过宣扬自己的痛苦，以达到谴责他人的目的。我真倒霉，我真是倒霉透了。他们不停地抱怨，仔细品一品，其中隐藏的含义其实是他们想攻击别人。可是因为性格懦弱，他们不敢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只能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敏感的人会在内心反复地回味刚刚遭遇的事情，不断增强自己的受害者意识。其实呢，他们是在渴望别人关心自己，表扬自己。正是因为这样的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才会怒火中烧。究其本质，这是一种依赖心理和敌对心理。翻涌的愤怒经过几层包装之后，表现为受害者心理，即被害妄想。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敏感只和我们的性格有关，与社会地位和业务能力没有太大关系。无论你是部门领导还是普通员工，都有可能因为过于敏感而常常感到自己备受伤害。在职场中，你会发现，有的人因为自己的各种要求没能被满足而心生不满，进而变得极具攻击性。这是因为除了一部分只会沉浸在自卑和郁闷之中的情绪敏感的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情绪敏感的人会将攻击性和愤恨当作对自己的痛苦的宣扬。然而，敏感的人的攻击性有很多种伪装，我们有时很难分辨。阿德勒曾针对敏感群体在伪装自己的攻击性这一观点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敏感群体一般会夸大自己的惨状，并以被害者的身份给自己设定人设，进而转化为深深的自卑以及对业绩好的同事的嫉妒。有时他们也会变成加班狂人。高强度的工作容易诱发更大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太大又会再次触动敏感者的神经，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我们把有这种特质的人称为工作狂型敏感者。这种类型的人是精神上的工作狂，虽然工作让他们感到疲惫不堪，但是他们却能获得心理上的愉悦。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敌意已经转化为高强度工作的动力。对他们而言，与其直接表现敌意，还不如稍加伪装，因为这样更能让自己感到舒适。工作狂型敏感者总是心怀敌意，并且内心总是被这些敌意所煽动。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要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从疯狂工作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们有时并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内心最强烈的感情。比方说，尽管敏感的人总是在诉说自己的怨恨，但这不等于他们能真正意识到心底对这个世界的敌意。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说，敏感群体会拼命的工作，他们恨不得累死自己。他还补充道，然而那些打心底里认可自己有钝感气质的人和敏感的人不同，他们比普通人能干，却不会过度的工作。据说这是因为钝感的人从不执迷于获得别人的肯定。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拼命工作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工作狂型敏感者不能直接将愤怒情绪表现出来，而只能将愤怒转化为无休止的工作。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敏感者的被害妄想由攻击性转化而来。敏感者所表现出来的痛苦可以成为他们谴责别人的手段。敏感的人并不像看起来那样软弱，他们也可能具有潜在的攻击性。这种攻击性不但会被发泄在无法让他们得到满足的对象身上，甚至还会殃及无辜的人。比如，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对妻子不满的领导到公司就训斥下属，对领导不满的员工下班回家辅导孩子作业时趁机打骂孩子，
只要受到外界一点小刺激，情绪敏感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攻击性。当他们的怨气无法直接得到宣泄时，他们就会这样强迫自己伪装起来，把攻击性转化为拼命工作，把攻击性转化为使劲展示自己有多么痛苦，把攻击性转化为对竞争对手的深深的嫉妒。总而言之，正如阿德勒所说，和钝感的人相比，有些敏感的人会巧妙地将攻击性伪装成自己的弱点。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别一直抱怨，要沉下心来去解决实际问题。不必执迷于获得别人的肯定，请向内寻找价值感。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钝感是一种才能。让我们再次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某些敏感的人会把自己的攻击性表现为做高强度的工作。工作狂型敏感者就像装在套子里的人，他们无法与人深交，即便和亲近的人也无法推心置腹。他们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症，并且总是以自己很忙为借口进行掩饰。于是呢，为了逃避社交，他们就只能在人前拼命的工作。然而越拼命越有压力，那怎么办呢？他们便试图用更高强度的工作与之对抗。卡伦·霍尼将这类人称为敏感的工作狂。卡伦·霍尼认为，敏感的人有很强的报复心。他断定，这类人显然在通过工作释放他们的攻击性。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并不以工作为乐，但也不会感到厌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工作时间以外的个人生活中，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空虚。然而，钝感的人却截然不同。其实，钝感是一种才能。你会发现，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人们当中，很多人都能自如地收放他们的钝感力。这种才能可以帮助他们从斥责的质疑声中跳脱出来，并且毫发无伤。而敏感的人却不具备这种才能，他们的内心充斥着由孤独感和无力感所带来的恐惧，而近乎自虐式的努力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这种恐惧的救命稻草。虽然这类人在职场中属于大多数领导喜欢的拼命三郎，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无助的。他们和那些有被害妄想倾向的人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企业中那些典型的工作狂往往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我们可以想想看，他们是怎样废寝忘食的工作，以至于弃生活而不顾的。当然，如果这群工作狂真心的热爱工作，真的乐在其中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成为无所不能的人完全源自自尊心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内在需求，最终他们需要付出辛苦而劳顿的一生。而保持钝感能让你的人生不会太辛苦。钝感力是让你保持身心健康的原动力，它会让你保持良好的心态，让你更加自在的生活。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健康的秘诀就是抛弃那些虚伪而又愚蠢的自尊，变得迟钝一些。只有这样，你的内心才可以变得更加平和。你不必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即使对于领导说的话，你也不必都往心里去。职场的钝感力是你的防护膜，让你摆脱没有必要的情绪内耗，抵抗压力，从而帮你提高工作效率。让我们想想看，职场中理不顺人际关系的人，总会比那些有自己的小圈子、有同事情谊罩着的人要承受更多的精神压力，难道不是吗？婚姻和家庭也需要钝感力。
拥有了钝感力，你就拥有了能够长久维系亲密关系的能力。如果家庭生活不和谐，那么工作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为工作殚精竭虑的人，因为处理不好家庭关系，最终反而会在工作中遭遇滑铁卢的原因。所以凯伦·霍尼口中的那些敏感的工作狂，往往并非生活的胜出者。据我观察，情绪敏感的人大都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成功和喜悦。不过，如果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报酬，他们可能还愿意等价交换信息。总之，他们是绝不会无偿付出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敏感的工作狂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觉察不到生活中的一些小确幸。无论怎么努力，他们离幸福的人生总有一站的距离。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尝试与人沟通，别总把自己套在套子里。不要害怕斥责和质疑的声音。不必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脸皮儿别太薄。摆脱情绪内耗，抵抗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焦虑让我们变得敏感。20世纪日本传统企业中的拼命三郎和现代企业中情绪敏感的员工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并不相同，二者的心理特征却是一样的。这两类人都会伪装自己的攻击性，只是伪装的方法有所不同。只需要一个契机，先前的拼命三郎转瞬间就可能变成情绪敏感的人。虽然他们的行为模式有所改变，但是他们的动机丝毫未变。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便无法理解情绪敏感者的内心世界。在生活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敏感的人明明是加害者，却有着被害妄想。他们对真正受害者百般责难，恶语相向，甚至穷追猛打。听起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确有其事。受害者不原谅加害者尚且可以理解，但是那些具有攻击行为的情绪敏感者作为加害者，却对真正的受害者不依不饶，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此时他们心中的无名之火越是缺乏正当的理由，他们就越会大张旗鼓，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才是那个受害的人。迄今为止，心理学家已经对自我评价过低和攻击性行为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近几年，自负心理和攻击性行为的关联性也开始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沃森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在充分的自由中长大，那么他们的世界会完全不同。正如前文所述，沃森就是那个让孩子变得害怕兔子的实验组织者。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我们在心理反应上却迥然不同。同一只兔子却能让孩子们有时欢喜有时忧。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时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和不自由。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都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们一旦有了焦虑感，就会试图让自己安下心来。我们为了获得安心，便会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其实是对我们焦虑的一种反应。我们越是没有安全感，就越想摆脱现状。很多没有安全感的人常常对弱者咄咄逼人，对强者摇尾乞怜。然而那些摇尾乞怜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迎合行为让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对强者产生怨恨和敌意。当然，他们也并不是看到强者就会主动地产生敌意。
他们的敌意只是在应对不安时所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卡伦霍尼认为，对于焦虑，人们会做出迎合、攻击或退缩的反应。做出迎合反应的人，因为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会心生怨恨，进而采取攻击性行为，敌意也随之加剧。简而言之，对于同一客观事物，只要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所感受的事实也会发生变化。要知道，当一个人处于焦虑情绪中时，可爱的兔子也会变成可怕的怪兽。速效情绪脱敏胶囊。摆脱焦虑和不安，不要因为压力太大而变得咄咄逼人。调整好心态，不要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心生怨恨。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不要无限放大压力。敏感的人是什么都往心里放的人，也是有点想不开的人。他们思考问题有些极端，或者可以称作偏执。偏执心理可以防止内心潜藏的不安和恐惧流露于外表。偏执的人通常会先入为主，固执地认为某件事是好的或坏的，然后一条路走到黑。敏感的人总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他们会抱怨领导不识人，不能知人善用，他们会满腹牢骚，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内心的不安让他们自怨自艾，当他们再也提不起劲儿时，就干脆自暴自弃，认为自己干到头了。对于同一件事，心力交瘁的人和精神抖擞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对同样的事实，敏感的人和钝感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工作了10来年的人认为，因为自己有家庭、孩子，脱不了身，所以在事业上很难发展。他们对工作缺乏热情，却总找借口说，我比较重视家庭，我没有精力投入工作。有些职场新人会固执地认为，我做不出成绩是因为部门领导的能力不行。不仅在公司，在高校里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矫情的人，有的人认为高校里行政事务多，无法开展科研工作，有的人认为自己总被领导呼来喝去，每天忙于干杂物而无暇顾及科研，还有的人觉得自己完全生活在象牙塔里，根本没有时间社交。其实呢，他们都在试图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通过抱怨来获得安全感。偏执心理的背后，往往是被害妄想倾向在作祟。有些敏感的人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倒霉的那个。澳大利亚精神科医生贝兰·沃尔夫认为，抑郁症患者的一大特征便是，对于那些成败尚未明了的事，他们会直接判定为行不通。研究表明，老兵在复原后很容易产生应激反应，这说明儿茶酚胺在帮助身体做出应激反应的同时，顺便还将相关的记忆刻入了大脑。老兵们在战争中惶惶不可终日，九死一生，他们变得性格古怪，对生活的压力极度敏感。在职场中也一样，在向同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有的人会倍感压力，而有的人则显得从容淡定。如果你在过去有过不好的，甚至是可怕的记忆，那么在多年之后，即使受到一点惊吓，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冲击。在亲子教育中也是一样的，如果父母属于打鸡血的类型，又不会控制情绪，经常暴跳如雷，那么孩子就会感到压力山大。而这种童年时期的心理压力，将来就可能会导致孩子养成对痛苦过度夸大的习惯。速效情绪脱敏胶囊。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
要知进退，不要一条路走到黑。抱怨换不来安全感，别让负面情绪干扰了自己的积极性。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别给孩子太多压力。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学会沟通，不要总是猜。在沟通中，如果我们不太了解对方，就容易产生误会。即便客观事实只有一个，对这个事实的解读也会因人而异，多种多样。要想好好沟通，我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对于同一句话，说话人和听者的理解未必相同。在日常沟通中，敏感的人容易受到语言上的伤害，也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职场 PUA 的症结在于一方沟通能力的欠缺。如果沟通中某一方容易分泌应激激素，那么对他来说，与人交谈便是一种压力。为何在现代职场中总会有职场 PUA、 过劳死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沟通能力下降。作为领导，要是连自己的想法都搞不明白，他是不会体恤下属的。同样，下属对自身都不了解，更不会体谅他的领导了。那些敏感的、容易害羞的人，经常会先入为主，这就容易造成误会。假设你是一位敏感的职员，但如果你的领导善解人意，当他发现你比较害羞腼腆时，他和你说话时便会注意自己的措辞。假设你是一位敏感的领导，而如果你的下属观察能力和沟通能力都比较强，他便会在心中默念：对这位领导我要多加小心，然后在工作中谨言慎行，以免让领导产生误会。聪明的下属还会察言观色，会时刻根据领导的情绪调整接下来的行动。比如他们会告诫自己：我的老板在生别人的气，可别把火发在我身上，我可要防着点儿。总之，如今这个时代是缺乏有效沟通的时代，缺乏沟通会导致家庭暴力、厌学、职场 PUA 等问题。如果我们身边有敏感的人，我们就要学会与他们相处。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对于同一句话，说话人和听者的理解未必相同。好好沟通，多体谅，学会和他人相处。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就事论事，停止情绪内耗。当被不愉快的事情支配时，你往往会固执地认为全世界都是灰暗的，实则不然。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们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而对于相同的刺激，人们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你是怎么理解工作这件事的？我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在公司工作，但是对于在公司工作这个事实的看法却因人而异。现代职场生态是分层的，上面一层是劳模，也包括有过劳死风险的人，中间一层是普通人，下面一层是不太想努力的打酱油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把工作看得那么重，他们觉得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还不如辞职，没必要为了工作透支自己的生活。那些觉得还不如辞职的人和那些宁肯累死也不辞职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呢？有的人会拼命工作，直到力竭而亡，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他人觉得自己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吧。
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工作至上、玩物丧志的理念，工作可能被他们奉若神明。在潜意识里，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并不如意，而一份繁忙的工作则会屏蔽这种不好的自我暗示。他们在强迫自己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有效屏蔽自己不被接纳的信息。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把别人的目光看得很重，辞职无疑就证明了我是个失败者。而对于把工作看得很轻的人来说，在外人看来，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并不认为在公司里工作是天大的事，实际上他们认为与工作相比，人生更为重要，生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这恰恰体现了钝感的人和敏感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钝感的人不会想得太多，更习惯于就事论事，做事也不会思前想后，犹豫不决。即使有人说了不中听的话，他们也不会太在意，一会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其实，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会让我们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可能让我们觉得有趣。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同样的刺激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导致不同的感受，我们便会容易作茧自缚，成为自己臆想的牺牲品。换句话说，当我们被不愉快的情绪所折磨时，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了。其实只要换个角度思考，也许就会柳暗花明。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就事论事，不必想太多，想好了就去做，别思前想后，犹豫不决。当你被不愉快的情绪所折磨时，你需要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别成为自己臆想的牺牲品。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别太纠结。在职场中，敏感的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总是心怀不满。尽管领导一视同仁，但他们却总认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心生怨恨。他们抱怨公司不公平，有不少人认为，正是由于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存在，他们才会在成长的道路上被其他人弯道超车。有野心的人更会产生一种自己是受害者的幻想。借用德国心理学家克雷奇默的话来说，这就是被害妄想情绪。为什么会在工作中遭到冷遇？这件事会让一个人如此伤心。我想可能是因为这勾起了他对儿时遭遇家庭冷暴力的回忆。尽管那时他已经拼尽全力，却仍在家里遭受父母的冷暴力。儿时的家庭冷暴力所留下的心理阴影难以消除。这种不好的回忆，甚至在其成年以后，在他面对公司的人事安排时，也会影响他的认知。即使是像林肯这样意志坚强的人，当小时候母亲去世的悲痛再次浮现在脑海中时，他也会痛苦不堪。有一首歌叫做《本该遗忘的爱情》，但本该遗忘只是表层意识，在潜意识中，有些事并没有被忘记，它们在我们成年之后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当我们为一件不应该纠结的事情而纠结的时候，昔日的某种记忆便会重现，作为诱因的记忆又不止一个，许多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也会蜂拥而至。被害妄想情绪往往会诱发一种岂有此理的反抗情绪，它会让这个人变得自恋而被动。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向他人解释自己的状况，以获得他人的理解。同时呢，还要试着去理解对方。
当产生怒火的原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自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而情绪敏感的人会认为，即使自己不加以说明，别人也能够理解自己。他们不愿意脱离被害妄想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不想坦诚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纠葛。正如前文所述，地狱有现实的地狱和心灵的地狱。情绪敏感的人一直都活在自我贬低的地狱中，他们活得很纠结，也很拧巴，对于别人随口说的话也会很在意，内心缺少一层防护膜，无法抵御外界信息的干扰。正因如此，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情绪内耗中，这也导致他们工作和学习效率低下，成长缓慢。速效情绪脱敏胶囊，有意识地抵御外界信息的干扰，给内心塑造一层防护膜。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自省，遇事先找一下自己的原因。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放松一点，不必接受所有的好意。情绪敏感的人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小心眼。一般来说，别人邀请你吃饭、出去玩，都是出于好意。别人向你推荐什么好东西，或者分享什么有趣的事情，也是因为心里想着你，才愿意和你分享的。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方也是出于我觉得这样对你好的心态才这么做的。所以，如果不合你心意，拒绝便是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对于那些小心眼的人来说，即便你是出于好意，他们也会认为你别有用心，自己被迫接受了你的安排。于是那些小心眼的人在被他们认为喜欢强人所难的人规劝时，同样会心生不悦。当然，也有一种人喜欢打着我是为了你好的旗号死缠烂打，对于这类人你要格外当心。心理学家认为，那些说得出只要你安好，我怎么样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有着强烈的肯定自我和否定他人的处事模式。在他们眼中，只要是自己给的建议或帮助，对方就应该感恩戴德，全盘接受。有的人总是一边说我是为你好，一边干涉你。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这样的人，请务必注意，他们与那些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完全不同。总之，事实很重要，我们如何认识事实更加重要。过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深刻影响着你现在的眼界。希望你有一双生活的慧眼，能分清善恶黑白。速效情绪脱敏胶囊，放松一点，别人也是好意。坦然接受别人的邀请，那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排。拥有一双生活的慧眼，分清善恶黑白。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让你痛苦的不是事实，而是你对事实的认知。很多敏感的人感知痛苦也很敏感，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被现实生活折磨着，然而折磨他们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方式。他们固执地认为自己深受生活的煎熬。这些人其实都有轻度的被害妄想情绪。折磨你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你对事实的认识方式。如果我们无法正确认识这一点，便无法获得幸福。
抑郁的人为他们的抑郁情绪找到了各种理由，工作不顺，婚姻不幸，经济拮据。但当他们的症状有所好转时，他们对同样的情况会说不同的话。这工作还不赖，最近我看太太顺眼多了，我手头还行吧。主观认知中的所谓事实与客观上的事实是有区别的。美国的一所监狱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内容是哪个犯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实际情况是，即使是同样的工作，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辛苦程度也未必相同，他们的不满也不尽相同。对于一模一样的工作，那些认为自己更加辛苦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想干这份工作，而不是他们干了多重的体力活。调查表明，对工作的主观满意度与他们所感受到的苦恼程度之间存在着轻微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在苦恼程度和过去经历对未来的展望这两个因素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关联。那些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判决，未来没有希望的人，明显过得更苦恼。不仅仅是工作，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对于同样的事实，根据我们内心认可与否，其痛苦程度也会有所不同。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坦然面对痛苦的事，别放大内心的感受。事情也许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再心烦，也别把火发在别人身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明明是对自己感到不满，却不自知，转而迁怒于身边的人。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位先生是一位情绪敏感的人，他在工作上明明是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却觉得自己能力不行，不如同事，却总是迁怒于妻子，将自己内心的纠葛发泄到最亲近的人身上。很多人都觉得工作不顺，工作无聊，他们入职时心心念念地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却做着一份枯燥的工作，所以他们才会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感到不满意。又或者，他们认为目前所做的工作不适合自己，他们觉得可能做文书工作更符合自己内敛的个性，但他们却总是被派到外面从事营销工作。于是呢，他们便产生了被害妄想，总觉得有刁民想害自己。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公司的人际关系实在没劲，自己昨天被虚张声势的领导欺负，今天又被看着不顺眼的同事摆了一道。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勇气反击，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很受伤。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学生时代的朋友都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自己却没混好，便将这股怨气带回了家。于是他将对自己的不满表现为对妻子的不满，这就构成了情绪上的外化。他觉得和妻子在一起并不开心，但这并非因为他对妻子的言谈举止或者性格有所不满，而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其实呢，只要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无论他跟谁结婚都不会感到幸福。然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怨气其实来源于自己敏感的内心。人越是欲壑难填，就越会以恶意揣测他人，然后会觉得对方不好。这并不是对方真的不好，而是他对自己不满意罢了。他不过是将这份不快发泄到对方身上而已。怨恨自己的人会责怪别人，这就是外化的一种表现。
自我厌恶的人经常会说别人坏话，这也是外化的一种表现。情绪敏感的人试图通过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烦恼。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幸运女神就永远不会对他们微笑，他们就会一直郁郁寡欢。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再心烦也别把火发在别人身上。保持平常心，别对自己过于苛刻。别把对自己的不满转化为对别人的不满。想要不心烦，请向内寻找答案。欢迎你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差。许多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我责备中，那么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解决呢？很多敏感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社恐。当我们为某件事或某个人感到不安时，我们可以反复告诉自己，这并不值得我害怕，我正在为一些并不可怕的东西而感到恐惧。我们害怕遇见某个人，害怕参加会议，害怕失败，害怕被人说三道四。总之，敏感的人几乎都害怕外界的刺激。早上起床后，我们就开始忧心忡忡，吃饭时也惴惴不安，接着便会开始对一整天的到来倍感压力。工作时我们无法集中精力，吃饭时我们没有胃口，与人谈话时我们也会心不在焉。其实我们所恐惧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可怕的，实际上可怕和觉得可怕本来就是两码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蛇叫做花园蛇，大约1米长？我在波士顿郊外的别墅里就遇到过这种蛇。尽管这种蛇没有太大危险性，但是日本人看到这种蛇之后就绝对不会再靠近那个地方了，因为日本人从小就被教导蛇是可怕的。其实我们所害怕的不是蛇本身，而是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因此我建议，当你感到恐慌的时候，你最好先想一想，我在害怕什么？然后请你再考虑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在害怕一些完全没有必要害怕的东西？请大家记住一句话，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在你小的时候，可能身边就有这么一个人，他持续向你灌输，那个人可比你优秀多了，和他一比，你啥也不是，你怎么这么失败呀？并且对你冷嘲热讽，你呀，真是没用啊。其实这种信息就属于破坏性信息，它会让你变得脆弱而敏感。然而这种单方面的破坏性信息与现实情况并不一样。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在心理上就成长了，从精神死亡转而起死回生，这是我们人生中的真正决斗。因此你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一切破坏性信息，告诉自己，我一点都不差。说10遍20遍还不够的话，那就100遍1000遍地说给自己听，一直说到自己相信为止。日语中有一个俚语叫未尝先恶，意思是说不品尝就无法知晓食物的味道，但在品尝前就认为不好吃，这就是一种偏见。有的人会将可能的损失当作既定事实。美国心理学家阿朗贝克认为，这是焦虑症患者的思维特征，不尝试一下就不会知道结果。但在某些人的思维模式中，没有尝试和肯定行不通是划等号的。总之，焦虑的人会有很严重的臆想，他们对外界的影响很敏感，顾虑太多，想得太多。
而活得轻松的人就迟钝得多。他们对于外界影响几乎脱敏，活得更洒脱。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也希望大家常想一二，不思八九。如果要过快乐人生，就要有意识地绕过让人烦恼的声音，常想一两件得意的事，这样就能事事如意。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告诉自己这没什么可怕的，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告诉自己我一点都不差，要有意识地抵抗外界一切破坏性信息。还没试过，怎么就觉得自己肯定不行呢？千万别一遍遍地幻想失败的场面，再把它拿到现实中去一一验证。多给自己一些好的心理暗示，事情也许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其实并没有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我把现代人常有的一种心理状态称为被责妄想，这是我从被害妄想这个词中想出来的。所谓被害妄想，是指一个人明明没有受到伤害，或者根本没有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却还认为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同样，被责妄想是指一个人明明没有被对方指责，却还是认为遭到了对方的指责。如果是钝感的人或者一般人，在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后，也就能明白对方并未指责自己。但是对情绪敏感的人而言，他们不愿意了解真实情况，他们认为自己在主观意识中是怎么想的，现实就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些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敏感者有不同程度的被责妄想，他们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别人对他而言就是空气，对方所想所感所言皆与自己无关。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诠释周围的一切，只要他们感觉有人在指责自己，那就是有人在指责自己。只要他们对某个人有好感，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自己和那个人是朋友。这就是有被责妄想的敏感者的思维方式。一般人在定义人际关系时，会根据自己对对方的了解进行判断，而有被责妄想的敏感者则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擅自定义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有被责妄想的人脾气不好，很容易上火，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处在被指责的状态中，因此活得很痛苦，很郁闷，心中好像一直有一团怒火在烧。虽然有些人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怨气和怒火却在心中不断积累。单是被责妄想就已经让人生举步维艰了。但是对于一部分自恋型的敏感者来说，还有很多其他心理问题困扰着他们。比如有一个心理问题叫做关系妄想。朋友小西曾向我咨询过他的烦恼。他说，上大学时，每当走进教室，我就感觉有人在嘲笑自己。在大学课堂里，听课的人很多，好朋友坐在一起互相找乐子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敏感者眼中的嘲笑其实是朋友之间开的小玩笑，而不是在恶意的戏弄谁。小西还有一个烦恼，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的时候，路过的人都会回头看我一眼，我觉得他们都在说我的闲话。很明显，无论是大学校园还是公园，都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既然是在公共场合，就会有人交谈，有人欢笑，而这些却会让小西产生有人在对我指指点点的错觉。总而言之，像小西这样极度敏感的人，时不时就会产生关系妄想。他们总是习惯性的把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物强行和自己扯上关系。如果总是庸人自扰，
他们就会生活得很艰难。无论做什么事情，有的人总会自动联想成对方在鄙视自己，我将这类情况称为被鄙视妄想。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正能量，你要相信这一点。外界环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恶劣，人心也绝非险恶。你用什么心态对待生活，生活就会还你什么样貌。如果你总是在极度敏感的状态下生活，你就会变成一只惊弓之鸟，每天都会觉得自己被恶意笼罩。你会感到愤怒，变得不快乐。如果这种情绪长期无法宣泄，你就会感到郁闷，甚至变得抑郁。速效情绪脱敏胶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正能量，请相信这一点。你用什么心态对待生活，生活就会还你什么样貌。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情绪钝感力，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由木冉冉跟你一同分享。也没有人总在背后要害你。如果我们总是带着负面情绪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体验做出反应，那么时间长了，我们所做的反应也会有别于常人，并且不被人理解。你能想象这样的生活吗？没人理解你，你明明在生气，却没人理解背后的原因，心中的沮丧和郁闷也无人能懂。你明明感到很受伤，却没人能消除你的痛苦，于是你便会觉得没人懂我，并感到非常无助。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情绪敏感者过于自以为是。其实被害妄想、被责妄想和关系妄想的根源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人总是自寻烦恼，他们目中无人，将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作客观事实。仔细想一想，他们也是过得随心所欲的人，但他们的生活却要比普通人过得辛苦。但是任性的敏感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像喝醉的人永远都说自己没喝多一样。如果有一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一定会觉得人生豁然开朗。心理学家弗洛姆发现，敏感的人大多有倦怠综合征。例如，情绪敏感的人明明没有受到职场霸凌，却认为自己在工作中处处受欺负，他们会一直处于心累的状态。在职场中，大家可能认为情绪敏感的员工是个大麻烦，他们自由散漫，不认真工作，也没有责任感。我身边的人对情绪敏感的员工的印象大多如此。但对于情绪敏感的员工来说，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过得很艰难。他们每天都牢骚满腹，愤愤不平，有着强烈的被害妄想，总觉得自己被人随意使唤，总觉得有刁民要害朕。据我观察，身边的情绪敏感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喜欢受人关注，喜欢被人赞赏。如果别人无意间忽视了他们或者冒犯了他们，就会引起他们的怨恨。相反，他们对其他人则漠不关心，因此在心理层面上，他们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也从不与人交心。他们是长不大的人，即使在成年后，他们的想法还是和小孩子差不多，事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与这种自我扩张型的情绪敏感者相反，还有一种自我消亡型的情绪敏感者。他们自卑而敏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什么都做不好。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他们都没有认清自我。速效情绪脱敏胶囊。如果你总是带着负面情绪，就容易感到心累。认清客观事实，别自以为是。